与自恋人格障碍患者的性爱并不是通常我们认为的那样，两个相爱的人通过性爱来取得更深的连结。相反，那是他们获得权力、控制你的手段。性爱对他们来说，更像是一场表演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的自恋人格障碍患者伴侣呢，还会在性爱关系上让我们角色扮演。好的角色扮演可以增进亲密关系，让两个人的关系充满新鲜感，更加紧密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反复让你扮演同一类角色，比如想象他是你的爸爸或是你的上司，又或者让你必须和他上演偷情戏，他让你想象你们的朋友在一个房间，而你们在隔壁房间做爱等，这里面就有一些心理问题。他要扮演强势地位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本人也是个比较强势的一方，在对方眼里你可能过于强大，他怕无法掌控你，因此要在性爱关系上与你争夺权位。岁数越大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，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，所以越要通过性来操控你。让你扮演偷情类型的角色呢，有可能是因为对方过去曾经被他信任的人背叛过，有可能这个信任人就是他以前的好友，而他们的未婚妻未婚夫背着他们和自己的好友搞在了一起，而他们通过性爱关系中的角色扮演来重复这种伤痛的情景，来释放自己内心被背叛以及压抑的痛苦。他们以为这段伤心的往事已经过去了，殊不知他们在用性爱角色扮演的方式在重复这一令他们痛心的一幕。那些过去并未真的过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并不考虑你的感受，而只是利用你的身体在进行发泄，发泄的都是他们的过往长期压抑在内心的伤痛，以及生活不如意的压力。与隐形自恋人格障碍患者的性爱呢，会是格外令人难以忘怀的，非常的激烈、刺激、浪漫，给你的性愉悦可能也没有其他人可以轻易做到。但是因为他们过于注重自己的感受，而并不在意你，你会因此感觉不被尊重。对方粗鲁又不能真正看到真实的你以及你的需求，这就让你难过、伤心，甚至内心充满了愤怒。你在经历了以上种种的对方不断出轨、精神操控、欺骗、精神打压、情感上被忽视、自我价值被否定，以及因不断被迫讨好对方而丧失了自我，最终你走向了抑郁和焦虑。你甚至开始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，你因为长期被打压变得自卑，更是觉得自己无力扭转局势，而成为了一个完全的受害者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失去了你原有的活力与光芒。最终你们彼此都受不了了，你选择抛弃对方，或对方抛弃你，总之你们分开了。而他们这些真正爱你的自恋者们，也因自己对爱情的恐惧、内心的不安全感、对你的不信任感，以及自己不配得到你的爱，对你过于在乎，但又怕被你抛弃等原因，亲手打造了自己再一次被他信任的所爱之人抛弃的桥段。即便是他抛弃了你，也是因为他怕先被你抛弃。总之，他们就这样毁了你与他之间那份真正的感情，让他们自己不停重复被所爱之人抛弃而受伤，继续以为别人都是不可以信赖的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其实我们都有被自己所爱之人偏爱、认可、被看见、被需要、被提供情绪价值以及安全感的需要。面对感情的时候，人们时而需要爱，时而又害怕爱。但要澄清一点，我们不是真正的害怕爱，没有人会害怕爱，爱是温暖的，它真的很棒。我们真正害怕的是爱上错的人，辜负了我们的爱，
被激发出了我们彼此罪恶的那一面，并且失去爱。因此，我们都要求他人承担责任，好让我们有安全感。事实上，没有人能保证我们的情感永不变质，没有人能彻底消除我们的不安全感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，掌控心中涌出的恐惧感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在与对方交往的过程中，你也和自恋患者一样，把正面的自我感觉建立在他对你的看法上。这相当于我们把自尊心交到了对方手里，任其摆布。而自恋患者掌握着你的自尊的手具有强大的破坏力，长期灌输给我们的挫败信念，我们又很快地认可了对方所说的事实，尽管那些都是扭曲的事实。但是这也会让你越来越没有能力逃离这段关系，这就是习得性无助的由来。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我的另一个重要议题。我们的价值感并不需要别人来定义。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知道自己的价值，他并不需要通过外在的金钱、物质、社会地位以及别人的认可才可以获得。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来自于我们的内心，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认可。每个人都喜欢爱带给我们温暖的感觉，不过要得到这种温暖的感觉并不容易。而且爱不仅给我们带来温暖，还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受。在爱里，我们除了能感受到快乐，还会感受到愤怒、厌烦、伤痛，因此会陷入恐慌之中。我们害怕被拒绝，我们害怕遭遇失败，害怕失去自我，害怕被抛弃，害怕自己变得一点都不可爱。这些恐惧感或许不是理智的，但都是真实的。也许我们都应该把恐惧看成一件好事儿，它意味着你真的很在乎对方，你真的爱对方。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感恩这种恐惧感，感恩曾经你与对方的感情是别的人无法一起分享的。感谢对方提醒你要开始学会如何爱自己了，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认可自己的价值感了，不要再给其他人任何机会来伤害你的自尊心了。也要学会辨识人了，不要再因为可怜对方而爱上对方哦，最终让自己的善良被利用、被伤害。感谢对方让自己明白我们是无法控制别人如何想我们的，如何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去做出改变的。我们需要放下控制。可惜的是，自恋人格障碍患者在不停地向外索取别人给予他们安全感的时候，却从未想过对对方付出些什么。而一个人，尤其是男人，只有懂得付出，对所爱的人心甘情愿的不求回报的付出，才可以真正体会到爱，而别人才会真正的来爱你。曾经在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中受伤的人，我希望你们增添一份你们对对方的理解，最终你可以释怀。我并不期望你可以原谅对方对你所做的恶劣行为，毕竟这种靠贬低你价值、打压你自尊心、精神操控你、情感虐待勒索你，甚至家暴你、故意出轨伤害你的这种程度的伤害是不可以被接受的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明白，他们真的渴望过你的爱，渴望过被你接受，只是他们没有爱的能力，因为他们太脆弱、太害怕了。他们的原生家庭在亲密关系上没有给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在亲密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才导致了他们今天回避依恋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他们。请不要因为本期视频可怜对方或者是心疼对方就回去和对方复合，更不要继续忍受对方对你的精神打压与操纵。离开绝对是你人生中最好的一个决定。如果你觉得孤独，
不如好好花时间与真正关心你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聚聚吧。当你学会了真正爱自己的时候，你自然会吸引到对的人来爱你。请你勇敢地做自己吧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再见。